族长大人，公主殿下，我们闭嘴，敢多言一句，撕烂你的嘴！飞羽天宗宗主还想要解释，可他话还没说完，龙小小便怒喝一声，且龙小小此话落下，龙氏护卫便纷纷拔出兵刃，把刀架在了飞羽天宗众人的脸上，而且就放在他们的嘴边，那个架势就好像在说，你们再敢说半句话，就割掉你们的舌头。这种情况下，飞羽天宗宗主也是不敢多言，而是与其他宗人一样，皆是愁眉苦脸，委屈的不行。看着飞羽天宗宗主的表情，楚风则是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也不能说是得罪吧，只是他们的作风实在有些恶劣。之前他们做过什么我是不知，但今日却欺负到祖武龙城的头上了。龙城主对我有恩，欺负我的恩人，我楚风自然不能忍，所以就发生了摩擦。楚风对龙小小说道：楚风小友，他们到底做了何等恶事，可否说一下？龙氏族长也是亲口问道，而楚风也不拖泥带水，直接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当然楚风无需添油加醋，只是将事实陈述，就已让龙小小的眼中再度涌现出层层杀意。不仅仅是龙小小，就连龙氏族长也同样杀意滔天，真是放肆！龙氏族长大喝一声，这方天地的空气都变得寒冷刺骨，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位龙氏族长身上所散发的寒意，那种感觉，只要他愿意，下一刻这方天地都会被其毁灭。如祖武龙城和星陨圣地的众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哪怕这件事和他们无关，但他们也都是吓得不轻。龙吟风身为我龙氏太上长老，怎能如此不辨是非，帮着这种龌龊之辈传令下去？待得龙吟风出关以后，立即剥夺他太上长老职位。龙氏族长高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龙道之等人都是倍感吃惊，至于飞羽天宗众人更是面如死灰，连他们所依仗的龙吟风都直接被剥夺了太上长老之外，那他们这些龙氏眼中的杂鱼将要面临怎样的下场？他们完全能够预想。父亲，这飞羽天宗的人你要如何处置？龙小小问道。龙氏族人听令，飞羽天宗依仗龙吟风，为非作歹，毁我龙氏名声，立地正法，格杀勿论。龙氏族长说道。父亲，我倒是觉得此法不行。龙小小说道。他一开口，人们还以为龙小小是要为飞羽天宗的人求情，毕竟龙氏族长已经判处飞羽天宗死刑了。可谁曾想，龙小小却说道，这些人胆敢如此肆意妄为，完全是依仗着龙吟风长老，我觉得这些人应该交由龙吟风长老自己来处置，而龙吟风长老所发明的千刑台用来处置这些人，我觉得最合适不过。龙小小说道。听闻此话，飞羽天宗的许多人直接吓得晕死了过去，而那些没有晕死的人更是开始发出阵阵哀嚎与求饶。先前他们连求饶都不敢，可现在他们却不得不求饶。事实上不仅仅是他们吓得不轻，听闻龙小小的建议后，就连龙道之等人都是忍不住暗吸了一口凉气。前辈，这千刑台是怎样的刑罚？楚风因为好奇，于是凑到龙道之身旁，低声询问起来。而龙道之对龙氏多有关注，对于这千刑台还真的了解。经过龙道之的讲述，楚风也是得知，原来所谓千刑台乃是一种刑罚，在7日时间内用1000种刑罚去折磨受罚者，直到将其折磨致死为止。哪怕有人能够在7日内抗过这1000种刑罚，那么也不会放他生路，而是直接斩杀。简单的说，这千刑台就是叫受刑者不得好死。这个丫头还真是够狠的。楚风看向了龙小小，毕竟这个提议是龙小小提出的。其实对于龙小小的狠辣，初次相识楚风就已经见识，可偏偏楚风不反感他的狠辣，相反还有些欣赏。好，就依照小小所说，先将飞羽天宗的人抓起来带回龙氏，等龙吟风长老出关，让他亲自执行。龙氏族长下令道。可忽然阵阵闷响传来，原来是有飞羽天宗的长老爆体而亡，眼见必死无疑，他们不想活受罪，选择自己了断性命。当有长老开始之后，其他人也是纷纷效仿，就连飞羽天宗宗主以及其弟弟点狂也是准备自杀。可谁曾想，他们还没来得及自杀，一股力量便将他们封锁，在那力量的笼罩下，他们就连想死都死不了了。原来是龙氏族长的力量，给我看好他们，在接受刑罚之前，必须让他们活着。龙氏族长下令道。此时飞羽天宗众人的哀嚎声更是达到了极点，那悲惨的叫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地狱中受罚之人，他们疯狂的求饶，不仅仅是向龙氏，更多的却是向楚风求饶。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因为得罪了楚风，才会落得如此下场，可楚风却根本没有一丝怜悯。飞羽天宗宗主人品极差，作恶多端，飞羽天宗的长老与弟子明知其宗主的种种恶行，还是死心跟随。说白了，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若是让他们活着，必然还会加害他人，他们乃是死有余辜。不仅楚风和祖武龙城的人不同情，就连星陨圣地等围观之人也不同情，只是听闻了飞羽天宗对祖武龙城做下的事，他们就感到愤怒，觉得这飞羽天宗的人全部该死。不过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眼睁睁看着飞羽天宗的众人被当作畜生一样被龙氏族人抓起来，也有其他人感到恐惧。隐于人群中的无名斗天不停地擦拭着额头上的冷汗，他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楚风，一边擦拭冷汗，还一边心中暗叹，还好现在不是敌人了。贵客来此，龙道之自然不敢怠慢，将龙氏众族人请入城中后，以最高礼节进行款待。实际上这是祖武龙城从未有过的款待方式，恨不得把祖武龙城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用来招待龙氏众人，但他们却丝毫不心疼，反而十分高兴。整个祖武龙城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兴奋与激动的情绪，那是从未有过的喜悦和热闹。毕竟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回归龙氏可是祖祖辈辈的梦想。但无论是上面的长老还是下面的族人，他们议论此事之际都离不开一个人，那便是楚风。他们都知道
他们能够回归龙氏，全是靠着楚风。至于楚风，在见到龙氏族长之后，也是将那黑影留给他的。所谓的关押着他族人的画卷取了出来，他是想看看龙氏的众位高手之中，是否有人认得这画卷上的地点。可令楚风失望的是，哪怕龙氏族长以及龙氏的众多高手，也都不认得那画卷是何地点。本来龙氏族长还想随着楚风去楚氏天族拜访一下，但是楚风却以理由拒绝了他们的拜访。楚风也没有说如今楚氏天族族人的处境，因为楚风觉得这件事龙氏帮不上忙，也就不想让他们担忧，还是决定自己来承担一切。至于龙氏族长，他对楚氏天族本来毫无兴趣，想要拜访楚氏天族，也只是想与楚风套近乎罢了。既然楚风都拒绝了，他自然也不会执意的要去。同样的，龙氏来到祖武龙城，让祖武龙城回归龙氏，也只是想要讨好楚风罢了。所以此次龙氏倒是在祖武龙城停留了一些时日，并且将祖武龙城列为龙氏的分部之一，以后仍旧由龙道之掌管。在祖武龙城的这几日，有诸多好友陪伴，没有尔虞我诈，也没有生死交锋。楚风那紧张的情绪以及背负的压力，倒也是得到了稍许缓解。只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因为算一算时日，那由圣光一族举办的第1届最强后辈争霸赛就要开始。先不说楚风也想证明自己为楚氏天族争光，单单是那圣光天族为第1名准备的奖品，楚风就不想错过。所以这最强后辈争霸赛，楚风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的。楚风不仅要拿到那圣光血脉水，更是要让圣光天河的所有人记住他的名字。于是楚风便与龙氏等人一同动身。值得一提的是，就连龙道之、无名斗天、龙宁以及孔田慧等许多楚风熟悉的朋友，也是一同前往。其实对于这最强后辈争霸赛，他们也是有所耳闻，只是因为那种级别的盛事对他们而言太过遥远，他们都没想过要去凑热闹。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知晓楚风的实力，他们也想亲眼看一看楚风是如何在整个圣光天河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最强后辈争霸赛所举办地点乃是位于圣光天河内最强大的星域圣光星域，而圣光星域也是圣光天河内最大的星域，并且整个圣光星域都是圣光一族的领地。除了圣光一族外，没有任何势力敢驻扎圣光星域内。可掌控的领地再大，圣光一族的族人却也是有限的，而圣光一族的大本营在一个名为五之古界的世界之中。但这一次举办最强后辈争霸赛所在的世界，并非是五之古界，乃是一个名为风暴世界的地方。风暴世界在浩瀚星空中，也是一个有些不一样的世界。风暴世界常年被夹在风暴的云层所覆盖，因此大地之上也是常年积雪，温度异常寒冷。若是身在风暴世界内，更是无法分出白天黑夜，看不到日月星辰。按理来说，这样一个地方荒凉至极，根本不适合修武者生活。毕竟修武者追求的是超脱世俗，很多以仙或神自居，觉得高出常人一等的他们，更喜欢栖息于美景之地。越像仙境的地方，修武者其实越喜欢。而风暴世界则完全不符合修武者的追求。可偏偏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个极为强大的家族，那就是风暴狂族。风暴狂族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家族，也是一个非常狠辣的家族。风暴狂族对自己的族人要求非常的严格，每个族人出生之后都会立刻进行天赋测试，只有天赋测试合格的人才能被当作风暴狂族未来的战士进行培养，而那些天赋测试不合格的，下场非常的惨，不仅仅会死去，而是会被风暴狂族活生生的炼化成修炼资源，供其他族人进行修炼。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风暴狂族极其残忍，简直与魔教没有区别，但却也不能否认，风暴狂族是一个强大且令人畏惧的可怕存在。在当初那个远古之后，这道天河最鼎盛年代，风暴狂族在众多强大势力之中，就算不是最强，但也是排得上名号的。哪怕如今这道天河的统治者圣光一族，在当年也根本无法与风暴狂族相提并论。不过后来不知是何原因，风暴狂族突然消失了，至于为何消失，无人知晓，至今都是一个谜。经过在传送阵内的漫长穿梭，楚风一行人也正式踏上了风暴世界的土地上。这便是风暴世界，果然与传闻的一样。楚风走出传送阵后，便开始观察眼前的世界。这个世界满地的白雪与冰霜，可是天空却是漆黑一片，夹载着雷电的风暴云层，将这个世界封锁得严严实实，根本无法看到其他世界。幸亏这个世界内到处都是修武者所建立的灯塔，若是没有灯塔，这个除了雷电所释放的光芒外，可以说是看不到一丝光亮。而当世界没有光亮的时候，哪怕是那些白雪，也同样是漆黑一片。好在风暴世界的灯塔个个高达上万米，光芒璀璨，再加上分布均匀，所以灯塔也是将这个世界照耀的灯火通明。再加上眼下这个世界天上地下到处可以看到修武者的身影，一眼望去，这里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荒凉之地。楚风走南闯北，下界、凡界、上界，楚风都曾走过，还从未见到一个世界有这么多身影的。之所以会聚集这么多身影，自然是因为这场盛世最强后辈争霸赛，这可是圣光天河最强小辈的争斗。无论是下星域还是中星域，甚至是上星域，各方势力的人马都想亲眼见证那最强小辈的诞生。眼下如龙小小、龙宁、孔田慧等人惊叹的是此地热闹的景象，期待接下来最强后辈争霸赛的展开。可楚风心中的情绪却与他们不同，他想起了一些朋友，那便是密洞群圣。密洞群圣第一次遇见他们，是楚风前往轮回上界拜访元术大师的时候所遇到的。密洞群圣给楚风的一印象可非常不好，唯利是图，阴险狡诈，这便是密洞群圣留给楚风的印象。可是后来经过接触，楚风却发现密洞群圣并没有那么坏，不仅没有那么坏，反而若是他们拿你当朋友，
他们会对你非常的讲义气。经过一些机缘下的合作，楚风与密洞群圣也是成为了朋友。他们后来还一同闯过斩妖大帝的墓地，也正是在那里，楚风得知了密洞群圣悲惨的身世。原来密洞群圣出生自一个强大的家族，那个家族名为密洞一族。可是密洞一族后来被屠灭了，而灭掉密洞一族的正是这风暴世界曾经的主人风暴狂族。可能因为和密洞群圣是朋友的缘由，楚风也是将风暴狂族当成了敌人。虽说风暴狂族消失多年，可如今身在这风暴狂族曾生活的世界，楚风内心仍是涌现出了复杂的情绪。只是楚风还没来得及认真观察此地的景象之时，他们却不得不立刻离开。龙氏毕竟是这圣光天河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他们的登场不仅引起了这传送阵周围众修武者的注意，更是有许多人曾与龙氏有过一些交集的人想要来套近乎。但现在的龙氏没心思搭理这些人，于是他们立刻启程，直接前往了一个名为盘龙雪山的地方。盘龙雪山没有天才地宝，也没有修炼资源，甚至没什么景色。之所以叫做盘龙雪山，也只是因为这雪山的形态有点像一条巨龙盘卧于此。而之所以选在这里，乃是因为龙氏和于氏天族、群妖圣殿以及云空仙宗的人约好了，他们在这里集结。眼下一辆辆巨大的战车自空中呼啸而过，龙氏大军正在前往盘龙雪山的途中。而在一辆巨大战车的宫殿顶端，一个身影盘坐于此，此人乃是楚风。他不仅终于可以认真感受这风暴世界的气息，也是这些时日难得可以一个人待会的时光。毕竟龙小小那个丫头太粘人了，除了龙小小，孔田慧也是一个粘人虫。虽说和他们在一起很是愉悦，可偶尔能够独处一下，楚风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享受。可谁曾想，楚风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便又有人靠近了。但对于此时打扰他的人，楚风却一点也不反感，因为那是楚风熟悉的人，龙道之、龙宁，还有祖武龙城的诸多长老。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个楚风熟悉的人，也算是老朋友，那就是被誉为祖武星域内最强界灵师之一的龙轩大师。总之可以说祖武龙城最具分量的人物都来了。龙宁，快劝劝你父亲和诸位前辈，他们可千万不要对我道谢什么的。楚风赶忙起身，且故作凝重地对龙宁说道。之所以这样说，是楚风发现此时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的众人皆是一脸的郑重。楚风意识到他们不是无缘无故来此，必然是因为祖武龙城能够重归龙氏，来特地感谢楚风的。可是楚风这番话没有用，龙道之还是率领龙宁等人对楚风施以大礼，而后便向楚风道谢。楚风无可奈何，只能选择接受。毕竟若是他们不道谢一番，想必他们心里也会过意不去。而当他们道谢之后，楚风等人也是与他们闲聊了几句。只是如今在与龙道之等人交谈，他们的话语之中10句有9句都是对楚风的夸赞。毕竟无论是龙道之还是龙轩大师，甚至是龙宁，都曾见证过楚风的过去。他们虽然早知道楚风非池中物，但却没有想到楚风会成长得如此之快。可这些昔日的朋友前辈们如今这样与自己聊天，楚风仍感觉不太适应。于是楚风赶忙转移话题，对了前辈，我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楚风说话间便将那3龙盘魂锁取了出来。天哪，这不是传说中的3龙盘魂锁吗？而看到这3龙盘魂锁，龙道之与龙轩大师的表情立刻变得精彩起来，那眼睛更像放光了一样，紧紧地盯着楚风手中的3龙盘魂锁。显然他们是认得此物的，看来2位前辈认得他。既然如此，那我倒是省得介绍了。前辈，此物对你应该有用，但对我却是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你千万不要拒绝，请您接受它。楚风将那3龙盘魂锁递给了龙道之。不行，如此珍贵之物，我岂能收下？然而龙道之却是连连拒绝，他是真的不好意思收下。身为龙氏之人，他知道这3龙盘魂锁的价值。前辈，和我就不要客气了，若不是当年您出手相助，哪会有我楚风今天？楚风说话间，强行将3龙盘魂锁放在龙道之的手中。龙道之无可奈何，却也只得收下。虽然嘴上不好意思要，可是当3龙盘魂锁落到他手中，他仍是激动不已。莫说是他，就连旁边的龙宁以及龙轩大师等人也是兴奋地盯着那3龙盘魂锁，他们根本就无法将目光从此物上面移开。看着他们那兴奋的模样，楚风也是颇为欣慰。想当初龙道之出手解救他与楚氏天族之时，楚风就曾对龙道之说过，日后必然要好好报答龙道之。而如今他所吹过的牛逼也算是完成了。小恩公。可突然之间，一道熟悉的声音自远处响起，而这个声音楚风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些日子楚风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无数次这个声音，这个呼唤。果然顺声观望，龙小小那个丫头正背着小手，用那笑眯眯的眼神看着楚风。如果说足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看到那个人眼睛会发光，那么此时龙小小看着楚风的眼神就是发光的那种。拜见公主殿下。龙道之等人看到龙小小出现，赶忙施礼。龙前辈，与我就不要客气了，你是我小恩公的恩人，也就等同是我的恩人。你记住，以后在龙氏之内，如果有谁敢欺负你们，你就告诉我，我保准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龙小小说完此话，便一把拽住楚风的胳膊。小恩公，你来一下，我有事情与你说。什么事？在这里不能说吗？楚风问道。哎呀，不方便了。龙小小与楚风的声音越来越远，楚风已是被龙小小强行拽走了。楚风这小子果然没有让老夫失望，他现在已经成长为整个圣光天河的大人物了。只是可惜我没能看到楚风和飞羽天宗宗主交手的场面。龙轩大师很是遗憾地感叹道。龙轩大师之前有事在身，并不在祖武龙城内，他是龙氏抵达祖武龙城之后，他才回到祖武龙城的。
所以关于楚风和飞羽天宗的恩怨，他也是后来听人说起的，并未亲眼见证。没关系啊，反正接下来还有最强后辈争霸赛呢。相比于飞羽天宗那些人，能够看到楚风和整个圣光天河最强的小辈对决，那才更加令人期待啊。龙宁说道：“是啊，以楚风现在的实力，这最强后辈争霸赛，他必然会名声大振。楚风这个名字很快就要响彻整个圣光天河了。虽说早就知道这小子以后会有出息，但真是没想到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有如此成就。明明上次见他还在和祖武星域的小辈争，可转眼间他的对手已是圣光天河内最顶尖的小辈了。”提及此事，龙轩大师又是一阵感慨。当初在九龙上界，楚风与祖武星域争夺祖武10星排名的景象，他还历历在目。龙轩大师还记得那时的楚风与灵狐鸿飞进行对决，还尚且艰难。若不是楚风的借灵出手，楚风甚至可能不是灵狐鸿飞的对手。可是现在再看，莫说灵狐鸿飞，整个圣光天河又有几个小辈能与楚风相提并论？楚风的进步远远超出了龙轩大师的预期，难怪这个小鬼当初不愿做我徒弟，老夫的确不配啊。紧接着，龙轩大师又感慨一声，只不过这声感慨是心中暗叹，唯有他听得到。楚风少侠真乃人中之龙，哪怕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也是不如他呀。龙宁，我看楚风少侠还挺喜欢你的，你可要把握机会啊。若是楚风少侠能成为我族女婿，那可真就……祖武龙城的一位长老对龙宁说道。对于此话，龙宁没有回答，可是小脸却是有些泛红。女孩子哪个不喜欢优秀的男人？楚风的优秀，众人都是看得清楚。况且他还是让祖武龙城回归龙氏的人，对于祖武龙城而言，说楚风是英雄也不为过。面对这样的楚风，龙宁若说不心动，那是假的，不可胡言乱语。可谁曾想，那位长老话音刚落，龙道之便怒斥一声：“难道你看不出小小公主她很喜欢楚风小友吗？”龙道之又补充道，而他的这番话却也是刺痛了龙宁。是啊，若是当初他也许还配得上楚风，可现在他配得上吗？就算楚风不嫌弃他，他自己也没有那个勇气去和龙小小争抢楚风。想到这辈子都不可能和楚风走到那一步，龙宁心中有些失落。眼下龙小小将楚风拉到了另外一座战车，这辆战车上面没有其他人，因为这是龙小小的行宫。小小，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吧？楚风问道。我是有一个问题问你，你是不是喜欢那个龙宁？龙小小问这话的时候，一双美眸也是盯着楚风，那种眼神就像是审问一般。没有啊，龙宁在我心中和孔田慧一样，都是朋友。楚风说道。那个仙允呢？龙小小再度问道。也是朋友啊。楚风回道。那个孔慈呢？龙小小再问。都是朋友。楚风继续回道。那好，我没问题了。龙小小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说公主殿下，你特意将我拉到这里，就只是要问我这件事。楚风说道。什么叫做就只是这件事？这是小事吗？这可是大事，我需要确立他们是不是我的情敌。龙小小说道。哪里来的情敌？楚风问道。还不是情敌，那3个丫头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个看你的眼神是正常的？你当我傻吗？看不出他们对你有想法？龙小小逼问道。那也不是情敌啊，毕竟我们也是朋友。楚风说道。龙小小似乎是想要辩解什么，可却想不到辩解的词汇。忽然之间，他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不仅不知道该说什么，整个人的情绪也是变得低沉起来。看着这样的龙小小，楚风心中忽然有些心疼，本来想安慰些什么，可楚风想了想，还是没有去做。楚风自问自己绝对不是专情之人，若是专情，就不会同时喜欢上紫菱、苏柔和苏美3个人。可楚风却也不是一个滥情之人，若是他不喜欢，那这个人再优秀或是再美丽，楚风也不会考虑和他在一起。楚风对龙小小的印象很好，可目前来说，却只是当他是朋友，对他还并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喜爱之情。可龙小小对自己的喜欢，楚风又岂会看不出来？这让楚风有些为难。他不想伤害龙小小，可却也不想欺骗他，更不想勉强和他在一起。好了，我要说的说完了，我走了。龙小小忽然打破沉默，准备离开此处。小小，等一下。楚风则是赶忙开口。干嘛？你非要强调我们是朋友吗？龙小小问道，语气之中有着些许怨念。而对于龙小小这句话，楚风也是意识到，他知道他刚才的那句朋友伤害了龙小小，似乎感受到楚风的情绪变化。原本有些委屈的龙小小竟忽然笑了。好啦，我的小恩公，我们可不只是朋友，你还是我的小恩公啊。对了，你叫我是有什么事吗？看到这样的龙小小，楚风又有些心疼。这个丫头对自己还真是好的没话说，他是不想让楚风为难，所以明明他心中有些委屈和难过，却还是对楚风喜笑颜开。面对这样的龙小小，楚风反而有些犹豫，该不该说出这件事。可是最终楚风还是决定说出来。小小，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楚风说道。我的小恩公，有什么事你吩咐就是。龙小小很是爽快的说道。无论是龙宁还是孔慈或者仙玉，他们都是我朋友。对我楚风而言，朋友无关实力，无关身份，只要是我楚风认可的朋友，我都愿意命守护。所以你不要伤害他们可好？楚风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楚风知道，别看龙小小在自己面前乖得像个小绵羊一样，可龙小小这个丫头的手段可是非常的狠辣，这从她是如何对付飞羽天宗众人就看得出来。楚风之所以要说这件事，就是因为他有些担心，他害怕龙小小是龙宁等人为威胁，对他们不利。你说什么呢？把我当作滥杀无辜的老巫婆了？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是，我也不敢动他们啊。你知道为什么吗？龙小小问道。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小公主。楚风说道。屁，我可不善良。龙小小撇了撇嘴，善良这个词，他似乎并不喜欢放在自己身上。那是什么？楚风面带微笑，好奇地问道。因为我怕你生气啊。
你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可在乎你的感受。龙小小话到此处，她的委屈又浮现在了脸上。楚风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是好。什么？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却还在我面前保护其他女孩子，你真是太不把我放在心上了。哼，你好好反省一下吧，不然小心失去我。龙小小此话说完，竟然大袖一挥跑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龙小小的态度又有了变化。这个丫头不只是委屈了，好像是真的生气了。楚风有些诧异，楚风觉得龙小小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生气的人，无论楚风对他什么态度，他都是笑盈盈的，就好像是不敢生气，生怕惹得楚风不开心一样。老实讲，龙小小对待楚风说是卑微也不为过，可现在怎么就因为楚风提醒了他一下不可以伤害龙明等人就生气了？女人，楚风无奈地摇了摇头。相比于男人，楚风觉得女人有时候确实有些头疼。那些兄弟关系再好也不可能喜欢上楚风，可是这些女性朋友可就不一样了，她们多半都对楚风，有的时候还真是让楚风不知该如何是好。龙氏大军的战车始终在虚空之上快速地航行着，而眼下楚风等人也终于是来到了约定好的盘龙雪山。在这盘龙雪山上，云空仙宗、于是天族还有群妖圣殿的人早就在此等候多时。当楚风与他们会面的时候，也是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老一辈之中，楚风认识的几乎都来了，而同辈之中如暴月、魁无敌、于烈、于红、于影、殷黛粉、傅飞月等人也尽数到场。他们可都是当今圣光天河内实力最顶尖的小辈，可以这样说，那最强后辈争霸赛的排名基本已经被他们预定。楚风公子，总算又见到你了。你都不知道，自从在九魂天河分别后，我每一次做梦都会梦到你。殷黛粉看到楚风后极为的热情，那个模样就好像他与楚风关系多好一般。那你还真是喜欢做梦。龙小小说道，他话语中的讽刺谁都听得出来，可殷黛粉这个丫头就像听不到一样，依旧热情地看着楚风。而殷黛粉是一个什么人，楚风已是非常清楚。楚风忍不住感叹，殷庄红那么好的姑娘，怎么会有这样心机的妹妹？楚风公子，你随我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殷黛粉说话间还拽着了楚风的胳膊。你干嘛？见到殷黛粉这个举动，龙小小顿时有些急了。可谁成想，殷黛粉却根本不理会他，强行地拽着楚风就往出走。枪！可谁曾想，一道寒光掠过，龙小小竟然直接拔出了兵刃，对准了殷黛粉。小小不得无礼！见此情形，龙氏族长赶忙呵斥起来。如今龙氏与云空仙宗的关系乃是很好的，龙小小这个举动显然很不合适。可谁曾想，龙小小却连他父亲的面子都不给。殷黛粉，放开我的小恩公，否则你就休怪我可不客气了。龙小小一脸认真，可是对于龙小小的威胁，殷黛粉却是不屑的一笑。你叫我放开我就放开，你以为你是楚风的什么人？听闻此话，龙小小更是大怒，这就要对殷黛粉动手。只是他手中的兵刃却根本刺不出去，是他的父亲龙氏族长阻拦了他。小小姑娘，你不要着急，黛粉他是真的给楚风小友准备了一个惊喜。忽然又一道声音响起，乃是云空仙宗的太上长老。龙小小虽然霸道，可云空仙宗太上长老的面子总是要给的，于是他还是收起了兵刃，可却还是一脸不悦地对殷黛粉说道：什么惊喜？直接说，不必这样抱着我的小恩公吧。殷姑娘请自重。明白龙小小因何生气的楚风则是赶忙甩开了殷黛粉，那抱住自己的胳膊。但殷黛粉也不生气，反而是对楚风嫣然一笑。还真别说，抛开人品不谈，殷黛粉这个丫头的长相还真是迷人。楚风公子，随我来就知道了。殷黛粉说话间便御空而起，见状楚风也是跟了过去。当然龙小小这个丫头可不会让楚风和殷黛粉独自相处，自然也是跟了过去。因为云空仙宗是提前来到此地的原因，他们早就在这盘龙雪山上搭建了用来栖身的座宫殿，而殷黛粉则是将楚风带到了其中一座最为宏伟的大殿前。这座宫殿不是寻常的结界之术搭建而成，本身就是一件宝物，连楚风都看不穿这里面都有着什么。殷黛粉来到宫殿前，虽飞落而下，但却并未踏入其中，而是站在了殿门前。楚风公子，惊喜就在这里，你自己看吧。殷黛粉指着殿门说道。楚风也不犹豫，来到殿门前，便直接将殿门推开。当殿门推开的那一刻，浮现在眼前的并非是恢宏的大殿，而是一个鸟语花香的花园。而在这花园之中，站立着多道身影，这些人楚风几乎全都认识，那竟然都是红衣圣地的人。就连红衣圣地掌教韩秀也在此处。除了韩秀等红衣圣地的顶尖人物外，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他虽然穿着的乃是云空仙宗的服饰，但他其实也算红衣圣地的人，他便是殷庄红。当看到殷庄红和韩秀等人皆在此处，楚风的心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难以言表的喜悦。想当初云空仙宗强行将尹庄红带走，那可是将韩秀和红衣圣地的众人急坏了。那个时候任谁都不会想到会出现今日这样的局面，红衣圣地居然能够享受到云空仙宗的上宾待遇。当然韩秀等人能在云空仙宗有如此待遇，自然是与殷庄红有关，毕竟这个丫头可是云空仙宗的宝贝疙瘩，并且楚风能够感受到殷庄红的修为也是有了极大的进步。殷庄红如今的修为已经是踏入了一品至尊境，虽然这个修为还不如他的妹妹殷黛粉，可是要知道比之殷庄红当初的修为，他能在今日拥有现在的修为，这个进步速度堪称非常恐怖的。楚风先是对韩秀等人打了招呼，这才看向殷庄红，进步够快的，看来在云空仙宗的日子过得不错呀。楚风对殷庄红说道，某人的进步似乎更恐怖。殷庄红说道，某人是谁？楚风笑眯眯地问道，明知故问。殷庄红瞥了楚风一眼，可是在他那向来冷若冰霜的脸上却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而这淡淡的一笑却是如此的迷人，在场的所有男子
都被殷庄红的笑容所击中了心脏。也许并不仅仅是殷庄红的笑容足够美，最主要的还是她的笑容很少见。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一个笑容很美却不爱笑的人，当他笑了的时候，往往会更加让人珍惜。楚风小友，久仰大名，今日总算见到了。忽然又有一道声音自花园深处响起，但那却是男子的声音。顺声观望，只见一名身着白衣、手握纸扇的中年男子正在向楚风走来。虽然看样貌他是中年模样，可他实际上的年龄必然也是不小了。当他出场后，云空仙宗的人赶忙施以大礼，就连韩秀等人也同样施礼拜会。从他们的口中，楚风已经是得知这名男子的身份，他便是云空仙宗的宗主。云空仙宗乃是后期之秀，可是实力却非常强横。云空仙宗的太上长老赵春秋修为便达到了与群妖圣殿殿主以及龙氏族长还有于是天族族长相同的水平，想必云空仙宗宗主必然更胜一筹。所以楚风对于云空仙宗宗主也是有所期待。今日一见，此人果然不同凡响，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如龙氏族长等人那种舍我其谁、俯视天下的王者气息，因为他看上去温文尔雅，毫无攻击性可言。可偏偏他给楚风的感觉却更加的深不可测，至少目前的楚风根本无法看穿眼前这位是何实力。但楚风却仍觉得这位云空仙宗宗主的实力很有可能是超越了龙氏族长以及群妖圣殿殿主还有于是天族族长的。晚辈楚风拜见宗主前辈。面对这位深不可测的云空仙宗宗主，楚风也不敢怠慢，赶忙对其施以一礼。而云空仙宗宗主则是赶忙将楚风搀起。随后这位云空仙宗神秘的宗主大人也是毫不吝啬的开始表达对楚风的欣赏之情，可能是想让楚风对他有所好感。他还多次聊起了殷庄红，表达了对殷庄红的重视，就连韩秀等人都是他亲自接过来的。简而言之，如今的红衣圣地已是得到了云空仙宗这个棵参天大树的庇护。不得不说，今日能在此处见到殷庄红还有韩秀等人，对楚风而言还真的算得上是一个惊喜。云空仙宗宗主表达过对楚风的欣赏后，便离开此地去拜访龙氏族长等人。老一辈有老一辈的交流，而楚风等小辈也有小辈的交流。可能是楚风名声传出，不仅仅是殷代、粉、于红等小辈来到此地，就连这极大势力其他的小辈也都聚了过来。当然他们的实力虽比不上楚风，可也都是各个势力较为顶尖的天才。交流之后，楚风得知，虽说风暴世界一直是圣光一族的领域，可关于他的传说却有着不少。比如风暴狂族所留下的一座雕像，据说那雕像乃是风暴狂族最强的战士，被誉为风暴战神。风暴战神本人当年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据传闻，连为他而造的雕像也是与众不同。传闻那座雕像是能够引起异象的，甚至还有传闻说，还有风暴狂族的秘密藏于那雕像之中。总之，那雕像被传得神乎其神，就连这些来自庞然大物的小辈都是好奇不已。就别说孔慈、孔田慧还有龙宁等人了。而现在距离那最强后辈争霸赛还有些时间，所以有人提议去那风暴战神的雕像去看一看。最终楚风等一众小辈们便前往了那风暴战神的雕像所在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考虑到他们身份特殊，不想引起旁人的骚动和纠缠，龙小小等人不仅伪装了容貌，更是将自己腰间的令牌收了起来。毕竟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那传说中的风暴战神的雕像了。而实际上，龙小小等人此举倒也并不多余，不知是有人无意间发现了此处，还是关于他的传闻早就散开。总之，如今那雕像所在的位置早就人山人海，天上地下到处都是修武者的身影。龙小小等人的身份若不收起令牌，必然会被众人所围观。毕竟在圣光天河，除了圣光一族，他们所在的势力可就等于是最强的。这便是风暴狂族的模样吗？看到那威风凛凛的雕像，旁人的感觉是震撼，甚至有人觉得那雕像十分神圣。可是楚风的心中却掀起了敌意。虽有敌意，可楚风仍在仔细观察着这座巨大的雕像。雕像上面的人身穿铠甲，手握2把巨大的战锤。从外貌来看，他仍是人族的模样，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太过强壮了，比猛兽还要强壮的感觉。感觉他身上每一寸肌肤都是充满了力量。虽将其视为敌人，可楚风却不得不承认，这个雕像还是具备着一定威慑力的。这种威慑力的感觉，便是只看到这雕像，就让人心中有着一种敬畏甚至恐惧的感觉。可忽然间，阵阵轰鸣自头顶传来，紧接着头顶之上的风暴云层竟然如同龙卷风一般开始飞落而下。很快，那风暴云层便与那风暴战神的雕像融为一体，风雷转动，就好像是风暴战神的力量自其体内释放而出。一时之间，人群开始向后退去，但同时有人恐惧，却更有人兴奋。传闻竟是真的，这雕像竟真的能够引起异象，太神奇了！看着那风雷交织的巨大雕像，龙小小等人也是变得兴奋起来，因为那雕像本就栩栩如生，在那风雷的缠绕之下，它就像是沉睡的战神苏醒了一般，看上去还真是如同活物一般。要不我们先走吧，我怎么觉得有些可怕？忽然孔慈对楚风说道，这是假的，有何可惧？见状，众人纷纷说道，并且好有一些人向孔慈投去了鄙夷的目光。对于这种情况，孔慈也是低头不语。别看在祖武星域他身份超然，可在这种场合他却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毕竟眼下这些同辈之中可是汇集着龙氏、群妖圣殿、于是天族以及云空仙宗最顶尖的小辈，在这种场合之中，他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都是极其卑微。孔慈乃我朋友，请大家注意语气。楚风忽然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那些埋怨或者奚落孔慈的人不仅赶忙闭嘴，更是有人开始向孔慈道歉。这倒是让尴尬的孔慈情绪稍微有些缓解。而后
众人再度将目光重新放在风暴战神的雕像之上。可是忽然间，楚风目光一动，他惊愕地发现，那雕像的身体竟然产生了变化。天上地下聚集的人群之中，开始传来阵阵恐惧的尖叫，同时也有兴奋的呐喊。胆小的更是立刻开始逃窜，唯有胆大的人才敢留在此地继续观看。人群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化，乃是因为那战神雕像就宛如蕴藏着生命一般，它看上去不再像是一个雕像，更像风暴狂族的那位战神复活苏醒，甚至有人能够从他的眼中看到杀意，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意。可实际上，那不过是错觉罢了，是风暴缠绕之后和战神雕像产生了特殊的反应，从而让人们产生错觉，就好像是那雕像复活了一般。不愧是风暴狂族留下的遗迹，难怪有传闻圣光一族想将这战神雕像取走都没有办法做到。现在看来，这雕像还真是具有神奇之处，众人惊叹连连。但在众人惊叹于这战神雕像的鬼斧神工之际，楚风的目光却紧紧地盯着那战神雕像的嘴部。在那风暴的加持之下，战神雕像目光在变换，手臂在摇晃，就连手指都在微微移动，自然而然的他的嘴巴也在微微的闭合着。虽然这都是错觉，那雕像实际上并未有一丝改变，但楚风却从这错觉中发现了玄机。那战神雕像的嘴巴不是没有章法的在闭合，他其实是在说着什么。于是楚风开始使用天眼观察，而当他使用天眼之后，竟然真的有所收获。他从那战神雕像口中发现了口诀，虽不知这口诀有何用途，但楚风还是开始用心记下。谁成想，那口诀还未说完，缠绕于战神雕像的风暴开始消散，风暴消散，战神雕像也是恢复如常。可那口诀，楚风明显还未完全记下。小小，你可知道这战神雕像的意象何时才会再现？楚风对龙小小问道。虽说不知那口诀有何用，可楚风却觉得那口诀不简单，毕竟那可是风暴狂族的东西。他很想记下完整的口诀，但若是那意象不出现，显然他是没有机会的。我听说这意象可是很不容易看到的，短则几年，长则要几百年。我本来只是想看看这战神雕像的模样，却不曾想我们刚到这里后就看到了传说中的意象。小恩公，不得不说我们实在太幸运了。龙小小很是开心地说道。若是这样，那我们的确很是幸运。楚风嘴上高兴，实则内心却是有些失望。若真如龙小小所说，这意象要那么久才出现一次，那楚风多半是没有机会得知那完整的口诀了。别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就算几个月的时间，楚风都不可能在这里等着。毕竟楚风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知有何作用的口诀而耗费那么多的时间。这位小友，请问你是楚氏天族的楚风吗？忽然之间，一道声音自楚风侧面响起。其实楚风早就注意到有人在看自己，但楚风却并未理会，直到那位呼唤自己，楚风才意识到这个人好像认识自己。于是楚风看向那位呼唤自己之人，那呼唤楚风的人是一名老者，但楚风能够确定他并不认识这个老者。请问您是？楚风礼貌性地询问起来。可当楚风看向老者之后，老者却是大喜，真的是楚风小友你啊！老者变得十分激动，他似乎已经确定了楚风的身份。紧接着，那老者便自怀中取出了一块令牌，而那令牌上面赫然写着万州古族4个大字。万州古族，楚风当然认得，那乃是楚灵溪的母亲古明渊所在的家族。万州古族也是祖武星域内除了无名一族以及3城外最强的势力之一。以楚风与楚灵溪还有古明渊的关系，再加上楚风后来在祖武星域内的名声，万州古族的人认识自己倒也是非常正常。原来是万州古族的前辈。得知对方来自万州古族，楚风的态度也是变得更加友善。是啊，老夫叫做古阳，乃是万州古族的长老。这古阳自我介绍道。原来是古阳前辈。前辈，您怎么来到这里了？难道说楚灵溪那丫头和古明渊前辈也来了？楚风见到万州古族的人，第一想法就是他们可能是陪着楚灵溪来的。楚风小友真是聪明，灵溪就是来参加这最强后辈争霸赛的，我们是陪他来的。古阳说道。那灵溪和古前辈他们现在何处？见楚灵溪真的来了，楚风也是喜出望外。毕竟算一算，自从上次灵狐天族来讨伐楚氏天族的一战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楚灵溪和古明渊。如今在这里相遇，自然要见上一见。这次不见，那日后再相见就不知何时了。楚风小友，我为你引路。古阳说话间便开始为楚风引路。有劳前辈。见状，楚风也是跟着那古阳同行。至于龙小小等人，自然也是跟着楚风。但见这么多人跟着楚风，那古阳却是眉头微皱的看向楚风。楚风小友，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古阳问道。对，他们都是我朋友。古前辈，您是有什么事情吗？楚风从古阳的眼神中察觉到，古阳这样问似乎是有何目的。他们都去的话，似乎不太方便。古阳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说出了这句话。而古阳此话刚出，顿时激起了一些人的怒火。毕竟他们的身份使得他们十分自负。说句实话，若不是古阳认得楚风，这些人根本就不会正视古阳。古阳在他们眼中就是蝼蚁一般。不方便，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居然敢对说我们不方便。这不，众多天才小辈之中，就有人开始对古阳发出了不满。住口！怎能对楚风公子的前辈如此无礼？还不快快向这位前辈道歉！然而那些开口之人话语刚落，便遭到了殷代粉的怒斥。原来那位顶撞古阳的人是云空仙宗的小辈。遭到殷代粉怒斥后，那位小辈也是意识到闯下大祸，虽然有所不服，但还是赶忙向古阳道歉。无碍无碍，其实是老夫不对，只是的确不太方便。古阳笑着说道。看得出来，这古阳脾气很好，哪怕被人顶撞，他倒是也没有生气。诸位，那你们先回去吧，我等下再去找你们。楚风对龙小小等人说道。别看龙小小、殷代粉等小辈身份超然，可如今对楚风的话
却是言听计从，于是便只剩下了楚风和古阳2个人同行。楚风，小友，能遇见你真的是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劝一劝灵犀那个丫头。途中，古阳忽然对楚风说道：“劝？为什么要劝她？灵犀怎么了？”楚风赶忙问道：“我们就不该放任灵犀，答应让她来参加这最强后辈争霸赛。若不是来到这里，我们就不会招惹这个大麻烦了。”提及此事，古阳一脸的后悔：“前辈，到底何事？你与我说说。”楚风问道。见楚风询问，那古阳先是长叹一口气，随后便讲述起事情的经过。当初楚风与灵狐天族那一战后，楚灵犀便和其母亲回到了万州古族。回到万州古族后，楚灵犀为了增强实力，他做出了一个抉择。同时拥有万州古族血脉以及天级血脉的楚灵犀，为了能够增强修为，他选择封印天级血脉，从而专心修炼万州古族的血脉。其实，楚灵犀的万州古族血脉是远远强于其天级血脉的，只是因为他之前排斥万州古族，所以一直专心修炼天级血脉，才导致他的天赋没有彻底释放。而万州古族血脉随着他的成长，早就积攒了极强的力量。当楚灵犀放弃天级血脉，专心修炼万州古族的血脉后，他的修为得到了极快的增长。如今的楚灵犀修为已是达到了尊者巅峰，乃是一位9品尊者境的修武者。这个修为莫说小辈，哪怕整个祖武星域内也是非常之强。刚好这个时候，最强后辈争霸赛就要开启。楚灵犀也知道，9品尊者虽然在祖武星域内极为强悍，可若来参加这种赛事，他还是很难有好的成绩。但他却希望得到一些历练，所以便想要来参加。对于这个想法，古明渊也是极力赞成。于是，古明渊、楚灵犀以及万州古族的一众高手便来到了这风暴世界。可谁曾想，他们刚刚走出远古传送阵，便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做陆万通。陆万通是一位预言大师，虽然他的预言之术不如悟道圣尊的弟子洞察天师，可却也是非常精湛。这陆万通因为擅长预言之术，所以和圣光天河内诸多强大的势力都有着合作关系。这陆万通在圣光天河内可以说是背景深厚，人脉极广。况且抛开他那恐怖的人脉不谈，他本身也是一位至尊境的高手，拥有5品至尊的修为。这样的存在，对于如今的万州古族而言，是绝对不敢招惹的。可谁曾想，你不愿惹祸，祸却从天而降。只因陆万通看到了楚灵犀，便动了心思。那陆万通竟要那楚灵犀为妾。对于此事，楚灵犀和古明渊自然不会同意。可谁曾想，那陆万通却不肯善罢甘休，他还放言7日之内，楚灵犀必须嫁给他，如若不然，他保证让万州古族从圣光天河消失。这可让万州古族的众人害怕极了。古阳长老叫楚风劝楚灵犀，就是为了这件事。古前辈，那你想教我怎么劝灵犀？楚风明白古阳的意思，所以问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已经没有了之前那么客气。但这古阳显然还没有察觉到楚风的变化，见楚风这样问，他还以为楚风愿意帮忙劝楚灵犀，顿时眉开眼笑。当然是劝灵犀嫁给那陆万通。陆万通是我们的最不起的，若是灵犀一直拒绝，莫说灵犀的日子不好过，万州古族恐怕也要从这世界消失。不过还好，在这里遇到了楚风小友，我知道灵犀那个丫头和你的关系非同一般，若是楚风小友愿意劝她的话，灵犀那个丫头必然会听。古阳说这话的时候，那张老脸笑得像是包子一样，别提多高兴了。逼婚自己的亲人，你觉得这是你以为长辈应该做的事吗？楚风凝声问道。而楚风此话一出，古阳才意识到楚风的态度似乎与他想的不太一样。楚风小友，难道你不愿意劝灵犀？古阳试探性的问道。我不会让灵犀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楚风说道。是吗？那古阳没有了之前的殷勤，反而是冷笑一声后，便忽然停了下来。楚风小友，这件事你若不愿帮忙的话，那就请回吧。古阳见楚风不愿帮忙，他的态度竟发生极大的变化，与楚风说话的语气变得非常冷漠，并且他现在的意思也非常明显，若是不愿意帮他劝楚灵犀，那楚风也就别想去见楚灵犀。可是他此话刚刚落下，这方天地便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此时的天气变得异常寒冷，这风暴世界内本就是常年风雪，温度极低，可凭借自己那尊者巅峰的修为，古阳在这世界内却并不会被此处的低温所影响。但眼下他感觉周围的温度寒冷刺骨，如一道道无形的冰刃就要刺穿他的肌肤，这样的温度他难以承受，觉得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活活冻死。只是好端端的怎么会如此冰冷？古阳十分不解。就在古阳不解之际，楚风的声音却忽然响起，如果不是看在你是万州古族长老的份上，你现在已经死了。听闻此话，再看向楚风那冰冷的目光，他猛然惊醒，原来是楚风做的。是楚风释放出了如此寒冷的杀意。对，是杀意。他在楚风的眼中看到了杀意。别杀我，我也是为万州古族考虑。那陆万通，我们惹不起啊。那古阳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面前，吓得都快哭了出来。但楚风并未难为他，反而是收起那寒冷的杀意，带路。楚风收起寒意后，对古阳说道。感受到楚风的杀意后，古阳哪里还敢不从，赶忙为楚风带路。经过一番带路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城池外。楚风小友，我族之人都在那里。古阳指着那城池说道。这是看着那座城池，楚风却心生不爽。这座城池明显是以结界之力打造而成，那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手段。万州古族并不具备这种级别的界灵师。除此之外，楚风注意到在城池之外还有着一些人把守着，那并不是万州古族的人，想必这一切都是那个叫做陆万通的家伙安排的。表面上看，万州古族的人是居住于此，实际上已经是被那个陆万通囚禁了起来。陆万通，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何本事，竟敢逼我家楚灵犀来做你的小妾。楚风冷哼一声，倒也没有直接出手，
反而是向那座城池走去。虽说这座城池乃是那陆万通的围困手段，可他却没有在明面上围困，哪怕看守此处的人也是隐于暗处。从表面来看，把守大门的还是万州古族的人，这里就像是万州古族的领地一般。而楚风和古阳一同进入，倒也是无人阻拦。进入城池后，古阳仍是为楚风引路，最终在这城池深处的一座宅院前停了下来。楚风小友，灵犀和明渊在这宫殿内，我就不带你进去了。古阳对楚风说完此话，便转身离去。至于楚风，可以透过宫殿看到里面的情况。他虽然没有看到楚灵犀，但的确在庭院内的宫殿中看到了古明渊。确定古阳没有骗他后，楚风倒也没有阻止古阳离开。但是楚风却注意到，那古阳离开时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且他离开的方向乃是这城池的门口。楚风察觉到了古阳的不对劲，但楚风却仍然没有阻拦。他并不怕这古阳玩什么猫腻，甚至楚风已经猜到了他想干嘛，而他所做的事其实正合楚风心意。于是楚风并未搭理古阳，而是直接走入庭院之中。古前辈，楚风还未靠近殿门，便开口呼唤起来。这宫殿虽是结界打造，但却没有隔绝的功效，所以楚风知道他的声音。古明渊完全听得见。楚风，真的是你啊！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果不其然，当古明渊听到楚风的声音后，便立刻破门而出。看到当真是楚风后，更是开心的不得了。若不是考虑身份有别，看古明渊那高兴的架势，可能就要给楚风一个拥抱了。毕竟古明渊还是很喜欢楚风这个后辈的。楚风，你现在可是了不得，我听闻连无名斗天都被你击败了，现在你楚氏天族可是祖武星域名正言顺的霸主了，没人敢不服。而这可都是你小子的功劳啊！古明渊说道。嘿嘿，那还不是仰仗前辈你的栽培。楚风笑着说道。你这小子嘴倒是挺甜，不过该说不说，你这进步速度也太快了，我看连你父亲也是不如你了。古明渊说道。前辈您可别夸我了，我哪里配与我父亲比，我还需要努力。楚风这话可不是谦虚，在楚风心中，自己的父亲可是非常强大的。虽不知自己父亲是何修为，但他却知道他和他父亲的差距非常的大。行了，你就别谦虚了，至少你现在的成就早就超过你父亲了。对了，你来这里肯定不是为了看热闹的，是要参加最强后辈争霸赛吧？古明渊问道。前辈说对了，我的确是因最强后辈争霸赛而来，我刚好遇到了古阳，得知你们也在，便来这里拜访了。楚风说道。古阳，是古阳带你来的？他又要搞什么把戏？听到古阳二字，古明渊的脸色微微变幻，而从古明渊变幻的表情中，楚风能够感受到古明渊对那古阳很是不喜。那古阳找我来，本意是想让我劝劝灵犀。楚风说道。他告诉你灵犀的事了？古明渊问道。他已经告诉我了，说是你们来到这里后偶遇了一个叫陆万通的人，而那陆万通看上了灵犀，非要娶灵犀不可。楚风说道。偶遇？哪里是偶遇？这古阳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竟如此卑鄙？古明渊听到楚风一番话后，气得咬牙切齿。看古明渊这样的反应，楚风意识到古阳所说似乎并非实情，于是赶忙说道。前辈你先不要生气，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妨与我说说。与此同时，那古阳已经走出了城池。当他走出城池之后，便立刻找到了躲在暗处的陆万通手下，交谈了一些话后，便与那陆万通负责看守此处的手下一同纵身而起，向远处飞掠而去。而且看那离开的速度还挺急。可是陆万通不知道的是，当他的这些举动，万州古族的人虽然没有看到，但却被另外一伙人看到了。这伙人便是龙小小等，来自4个庞然大物的天才小辈们人。龙小小等一众天才小辈虽然答应楚风不跟过来，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在暗中跟了过来。不仅跟了过来，先前楚风与那古阳的交谈，龙小小他们也是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叫古阳的老东西，应该是去向那陆万通通风报信了吧？于红看着古阳离去的方向说道。还想通风报信？看我现在就宰了他！听闻此话，于隐便要动手，想将那古阳斩杀。然而他刚要动手，一股威压便将其阻拦了下来。小小公主，你为何拦我呀？于隐一脸不解地看向了龙小小，因为是龙小小运用威压拦住了将要行动的于隐。可相比于他们，龙小小和楚风的关系才是真的好。按理来说，楚风遇到了古阳这样的卑鄙小人，龙小小应该比他们任何人都要气愤，比任何人都想要除掉那古阳才对，所以他才不理解龙小小为何要阻拦他。陆万通这个人，你们听说过吗？龙小小没有直接回答于隐，反而对众人问道。我知道此人，他虽然是龙温级圣袍界灵师，可只论结界之术，其实他结界之术一般，只掌握了龙变异虫而已。但此人名好，在因缘际会下掌握了能够预言的宝物，预言之术的确有一套。他可以说是除了洞察天师外，圣光天河内预言之术最好的几人之一。此人不仅贪财好色，也是没有底线之人，只要能够得到利益，和任何人都可以合作。所以那古阳说的倒也对，这陆万通的人脉的确极广，很多势力都和他有着利益关系。因为利益关系，那些势力也愿意围着陆万通做事，甚至做了不少恶事。这陆万通的确祸害了不少姑娘。云空仙宗的傅飞跃对龙小小说道。那你们觉得我们怕那陆万通吗？龙小小目光看向众人，怕他？他算个屁！别说他，就算他认识的那些势力，我于是天族也不放在眼里啊。于红说道。那陆万通所认识的不过是区区中星域的一些势力，在我群妖圣殿眼里，与蝼蚁有何区别？魁无敌和暴月嘴角一扬，话语之中尽显不屑。小小公主，你有何打算？不妨直说。傅飞跃问道。楚风救过我们一命，准确来说是救过我龙氏以及你们云空仙宗，于是天族还有群妖圣殿一命，这份恩情可要还？龙小小问道。当然要还。众位天才同时说道。那现在不正是机会吗？这陆万通觉得他人脉极广，便肆意妄为，现在居然欺负到我小恩公头上了，
难道我的小恩公就没有人脉了？龙小小说道。小小公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这就回到族内，将此事禀告族长大人。于红说道。走，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动身。明白龙小小的意思后，这些小辈一拍即合，立刻动身。其他天才直接就走了，但龙小小临行前却看向了龙宁等族武星域的小辈们。龙宁、孔慈，你们在这里等着吧，我们去就回。对龙宁和孔慈嘱咐完这句话后，龙小小才御空而起。别人虽然看在楚风的面子上都没有难为龙宁和孔慈，但实际上却也是看不起这些族武星域的小辈的。只有龙小小像是发自内心的接受了他们。而当龙小小也离开后，此地便只剩下了族武星域的一众天才小辈们。我的好妹妹们，你们刚刚听到了吗？他们好像说我楚风兄弟他救过他们的命，不仅仅是他们的命，还是龙氏、云空仙宗、于是天族以及群妖圣殿的命。孔田会瞪大着眼睛看着众人说道。我们又不龙当然听到了。孔慈说道。难怪这些人对楚风兄弟他如此毕恭毕敬，莫说同辈中人，就连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云空仙宗宗主、于是天族族长那等大人物对楚风的态度也是那般的友好。原来楚风兄弟竟然是他们这些大人物的救命恩人。无名熊魔也是忍不住感叹起来，楚风兄弟他现在已经完全成长到另外一个层次了。无名元志同样感叹起来，而听到他的这声感叹，其他人也是连连点头。虽惊叹楚风的如今的成长，但在他们的脸上却也都洋溢出了喜悦的弧度。身为楚风朋友，他们也都在为楚风如今的成长而感到高兴，毕竟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过楚风当初所面对的困难。可现在回头再看，那些曾经给楚风造成困难的人，对于现在的楚风而言已是不值一提，看来这辈子都追不上楚风那家伙了。忽然孔慈感叹道，的确是没机会了。众人皆是笑了笑。老实讲，身为同辈且曾经修为与楚风接近的他们，不是没有想过努力一下争取追赶上楚风，可现在他们却都认命了。他们知道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追赶上楚风了。追赶我楚风兄弟这种事情，我想都没有想过。我现在只是好奇。孔田会说道。你好奇什么？众人同时问道。我很好奇，这样发展下去，楚风兄弟他到底能够成长到何种地步？孔田会说道。而听闻此话，众人也是面容变化，眼中或多或少都涌现出了期待之色。眼下楚风早就随着古明渊进入了宫殿之内，并且古明渊这一次还用手段将这宫殿封锁了起来，为的就是他和楚风说的话不被其他人所听到。而楚风也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搞了半天，楚灵溪被那陆万通盯上，根本就不是因为偶遇，而是那古阳。这古阳是一个野心勃勃之人，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万州古族能够坐上族武星域的霸主之位。在古明渊小的时候，这古阳对古明渊其实很好，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古明渊能够有机会把万州古族推上族武星域的霸主之位。古明渊起初也有这个雄心，可渐渐被楚风的父亲比下去后，这份雄心便渐渐淡化了。再加上后来楚氏天族成为了族武星域的霸主之后，古明渊就更不可能与楚氏天族为敌了，至此这份雄心可谓是彻底的熄灭。虽说古明渊因为楚灵溪不可能对楚氏天族出手，可这不代表万州古族的其他人就会因此而不对楚氏天族出手。如这古阳，他的野心便一直都在。眼见着族人没有机会击败楚氏天族后，这古阳便动起了歪心思。古阳他在因缘际会下结识了陆万通，当得知陆万通贪财好色，尤其喜爱有天赋的小辈美女后，他觉得楚灵溪完全符合陆万通的审美，于是他懂了歪心思，他想要利用陆万通的实力，使得万州古族来称霸族武星域，所以他便自告奋勇对陆万通提起了楚灵溪。陆万通得知万州古族居然藏着这样一个小美女，色心大起的他便立即来看楚灵溪，这一看还真是他喜欢之人，于是便发生了后面的事。陆万通开始逼迫楚灵溪嫁给他。本来古明渊得知是古阳做出了这种事后，他也是愤怒不已。虽然身为万州古族之人，他也希望万州古族能够越来越好，可楚灵溪是他的女儿，他自然不可能为了家族而将女儿出卖。不过古明渊并没有对古阳动手，也是有所原因。古阳如今乃是那陆万通一伙的，陆万通曾说过让楚灵溪考虑，并且万州古族的人不可以动古阳，如若不然他就要万州古族从这个世界消失。再加上陆万通的确有这个能力，古明渊这才忍了下来。前辈，你没有动他，不知是因为这件事吧？你是不是也念及他是你的前辈？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他了解古明渊。古明渊的性格可不像真的会顾及那么多的人，你这小子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他的确做的不对，但他曾经对我也是真的好，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亲人，要我教训他可以，但真的要我杀了他，我还真的有些下不去手。古明渊苦笑道。看着这样的古明渊，楚风其实也多少能够理解。可忽然间楚风目光变化，他察觉到了什么，他赶忙将目光投向了这座大殿的东南方向，在那里有着一个房间。前辈，打开门，让我去帮帮灵溪吧。楚风对古明渊说道。楚风，你看得到灵溪在做什么？古明渊有些惊讶地看着楚风。楚风当然看穿了，他知道现在的楚灵溪在做什么。那个丫头在修炼，而且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若是能够成功突破，他就可以踏入至尊境，但若是失败，他将会遭受反噬。前辈打开吧，现在灵溪需要我的帮助，你总不希望灵溪为了追求修为而断送前程吧？楚风对古明渊说道。听闻此话，古明渊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赶忙拿出一把钥匙，帮楚风打开了那房门。那房门打开后，浮现而出的乃是一件带有结界门的宝物。穿过结界门，进入了一个由冰霜封闭的空间。空间不是很大，在中心区域摆放着一座流淌着金色光华的莲花，而楚灵溪则盘坐于那莲花之上，双眼紧闭，正在修炼之中。因为修炼的太过认真，楚灵溪全然没有感受到楚风的靠近。楚风知道
这散发金色光华的莲花的宝物，乃是一件特殊的修炼宝物，它能与楚灵溪的古族血脉相互辉映。可此物有利有弊，用它修炼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楚风进入此处后，就发现了楚灵溪在修炼。本来一切好好的，楚风觉得楚灵溪自己能行，所以才没有打扰他。但是就在刚刚，楚灵溪开始眉头紧皱，原本稳定的气息也是产生了一些波动。修炼经验丰富的楚风意识到楚灵溪已经出现了麻烦，所以楚风才决定进来帮助楚灵溪。楚风施展出结界之术，便开始布置阵法。与此同时，拿出了诸多天材地宝，融入阵法之中。这一幕被古明渊看到之后，顿时变得更不淡定了。先不说那些天材地宝，个个都是价值不菲之物，单说楚风的结界之术，他能感受到那是何等强大的力量。他之前只是听闻楚风修为有了极大的增进，击败了无名斗天，却没有想到楚风结界之术也有了如此大的增进。这样的结界之术，哪怕是祖武星域的梁丘大师也是远远不如啊。而在楚风的帮助下，楚灵溪那紧皱的眉头开始舒缓，气息也开始恢复，就连他吸收那金色莲花力量的速度也是随之加快。很快，楚灵溪的气息有了极大的变化。感受到楚灵溪气息的变化，古明渊激动地捂住了嘴巴，连眼眶都变得红润起来。因为楚灵溪的气息已是从尊者巅峰踏入了至尊境，虽只是一品至尊境，与整个圣光天河内最顶尖的天才相比还不算什么，但放在祖武星域已是非常的强横。对于一直以来都对楚灵溪寄予厚望的古明渊而言，这是非同一般的时刻。他的女儿在如此年纪就追赶上了他的修为，他知道他女儿超越他已成为必然。看着这样的女儿，对于未来他更是充满了期待。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哈哈，我终于征服了他，我成功踏入了至尊境，我是一位至尊境的修武者了。就在此时，原本双目紧闭的楚灵溪猛然跃起，他又蹦又跳，那叫一个开心。可是当他转过身来后，却忽然愣住了，他张着大嘴，如同石化了一般，一动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啊？楚灵溪盯着楚风，却不知所措，脸上的喜悦也是烟消云散。怎么了？发什么呆？认不出来我了吗？楚风对楚灵溪说道。该死的，我是失败了吗？我该不会是走火入魔，已经死了吧？怎么会这样？楚灵溪忽然由喜转悲，整个人的情绪变得异常的低迷。傻丫头，你成功了，你成功征服了我万州古族的血脉莲花，你已经是一位至尊境的强者了。古明渊走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了楚灵溪。当抱住楚灵溪那一刻，他眼中转动的泪水也终于是无法控制的流淌而出。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此话必然是没错的。身为母亲，他自然希望楚灵溪的成就可以超越他，而现在他的希望基本已然成真。母亲，难道我没有做梦吗？这是真的。感受到自己母亲怀抱的温度，楚灵溪恍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傻丫头，这当然是真的。楚风也是来参加最强后辈争霸赛的，得知我们在这里，便来看我们。对了，你这丫头能够顺利突破，也是楚风帮的忙。为了帮你突破，楚风可是耗费了不少宝物，你还不快好好感谢一下楚风？古明渊一边擦拭眼泪，一边笑着对楚灵溪说道。原来是楚风帮的我，怪不得。我说怎么会突然间发生那种变化？我明明已经快要……楚灵溪比谁都清楚自己修炼的过程，先前的他已经陷入危险之中，可却又没有任何预兆的就开始情况好转。本来他还不解为何会有这种变化，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原来是楚风帮了他。我的楚风弟弟，看来我又欠了你一次。楚灵溪看向楚风，话语之中倒是有着几分不情愿，就好像他很不愿意欠下楚风这份人情一般。可虽然嘴上这样说，但那张小脸上却有着难以隐藏的喜悦。能够看到楚风，这对他而言乃是意外的惊喜。怎么叫弟弟？应该叫哥哥。楚风说道。为什么要叫哥哥？你明明是弟弟。楚灵溪一脸不解地问道。咱们谁的修为强，谁就是大的，这可是你说的，怎能反悔？楚风说道。那不算，我就是你姐姐，你就是我弟弟。楚灵溪仰着小脸，一副不讲理的模样。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拌嘴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如若不然那陆万通来了就来不及了。古明渊说话之际，又看向楚风。楚风，你来的正好，本来我和灵溪两个人还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你在的话就完全不是问题了。而他说话之时，自怀中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很是古老，上面刻满了符咒，可以说这书中的每一页纸都是一张符纸，都蕴藏着一道阵法，而这么多符纸也是构成了一座较为强力的阵法，那是传送阵法。不过这传送阵法却无需用结界之力催动，而是用武力催动的。前辈，你冒险让灵溪这丫头使用那宝物强行修炼，就是想让她踏入至尊境后，与你一起催动此物，运用此物逃离此地。楚风对古明渊问道。其实不用问，他也知道事情必然就是这个样子的，但他还是想确定一下。楚风，你不要怪我母亲，我们是事出有因。楚灵溪想要解释，可还不待他把话说完，古明渊便开口了。灵溪，楚风已经知道事情经过了。古明渊说道。你既然知道，就更不能怪我母亲了。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那陆万通的。与其一死，还不如尝试一下逃脱。楚灵溪说道。我没有怪你母亲，我怎么可能怪她？我只是恨那陆万通，更恨那古阳。今日是我来了，我若不来，灵溪的前程就毁了，而这罪魁祸首就是那古阳。楚风说完此话，看向了古明渊。前辈，我请求一件事。什么事？古明渊问道。那古阳，我留他不得，我要杀他，你不要拦我。楚风说道。楚风，古阳杀不得，他现在与陆万通是一伙的，我不想你得罪陆万通。古明渊说道。陆万通，哼，他和古阳一样，都别想活。楚风说话间，衣袍一阵舞动，紧接着楚风藏于体内的汹涌力量也是在此刻喷涌而出。这气息，感受到楚风的气息后，无论是古明渊还是楚灵溪，都是脸色大变。楚风，你现在难不成
是6品至尊。古明渊对楚风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他无法确定后楚风的修为，但他感受到过陆万通的气息，也知道陆万通是5品至尊，可楚风的气息明显远远强于陆万通，因此他才猜测楚风可能是6品至尊。前辈，我的确已踏入6品至尊境，所以咱们根本就不怕那陆万通，咱们更是不用逃，咱们需要和他们把这笔账算得清楚。敢逼婚我灵犀妹妹，我要让他们知道后果。楚风说道。不行，我们还是要走。那陆万通的可怕，其实并不是他自身的修为，而是他背后的依仗。若是平时也就罢了，此次最强后辈争霸赛吸引来了各方势力的强者，其中就有许多陆万通熟悉的人。当日陆万通来到此处，他的身后就跟着几个老者，那些人虽然没有出手，可却能够感觉到他们深不可测，实力多半在陆万通之上。古明渊仍不想让楚风冒险，万州古族居然找人帮忙，我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坏我陆万通的好事。可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声怒吼，向外观望而去，楚风能够看到自外面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御空而行，已经进入了城池范围之内。那群人穿着各不相同，明显是来自各方势力的人马。虽然来的人不是很多，只有几百人，但却个个趾高气昂，宛如他们是神灵一般，以俯视的姿态打量着万州古族的众人。若要说的话，这里面就只有一个人看上去不像大人物，那便是古阳。这古阳也跟在这群人之中，他果然是去通风报信了。这些人就是他叫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古阳还站在人群的最前方，准确来说是站在一位老者的身旁。那是一个身穿戒灵长袍的老者，那老者的戒灵长袍十分华丽，并且还涌动着龙纹圣级结界之力。这戒灵长袍已经透露出了这位老者的身份，他乃是一位龙纹级圣袍戒灵师。可是相比于他那华丽的戒灵长袍，他个人的长相可就太掉价了。可以说只论长相，他根本配不上他身上所穿着的长袍。那满脸皱纹与斑纹都不算什么，毕竟这是老年人都有的特质。他那蓬松的头发也能够理解，毕竟有些人喜欢这种造型，但是那宛如头发一般从鼻子里冒出来的鼻毛，属实让人看得有些作呕。并且当他说话的时候，一口黄里带黑的大黄牙，更是恶心至极。那个家伙难道就是陆万通？楚风指着那老者对楚灵犀问道。楚灵犀点了点头，这古阳真是罪该万死。确定之后，楚风心中的怒火蹭的一下就窜了出来，再也无法控制。若是正常的年轻人，楚风倒也能够理解，可那陆万通年龄大也就罢了，长得更是如此丑陋。古阳为了自己的野心，居然将楚灵犀介绍给这样的人，楚风觉得他已是罪不可恕，必须让他不得好死。